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猫啊。昨天发的那个视频，我看评论里好多人说什么样的都有。那我想说一下，本来那个小哥呢，他是想当我们的向导，他在路上就遇到我们，然后我们是要自己打车去看那个瀑布嘛。那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向导，然后我们一开始去马路上问那个车的价格，就一开始我们问好的一个车，从4万砍到了1万，人家答应让我们去，结果那个小哥一过去就捣乱，结果人家就不给我们这个价格了，然后他就不停地跟着我们，导致我们问一个车的价格他就去捣乱，问一个车的价格就去捣乱。他的用意就是说，你看你请了我，你就能拿到很便宜的价格，你不请我，你看这些车都不会给你那么便宜的价格。那最后呢，是我跟小姐姐2个人，然后拖住了那个想当我们向导的人，然后最后 Alex 去谈那个车的价格，才谈成了1万。最后他就赖在我们车上不走了，他一直想跟人家说不要载他，但是人家还是载我们了。然后很多人会说这才100块钱而已，你这也太抠搜了。那你们想想，你们拿3000块钱、5000块钱、1万块钱的工资，你们去消费100块钱肯定不多呀。你在中国消费，那人均收入是这样的呀，肯定不多。那非洲怎么样？像我去的那个小镇，他们人均工资是500到800，也就是说，他载我一趟，相当于正常一个人，就是说超过，有的人是2天工资，有的人是1天工资。那除去油费，他还是有的挣的。如果他没得挣的话，他不会答应我，就不会有2个车都答应这个价格了。那之后，他为什么变卦的呢？那就是他们非洲人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我跟你说好的，永远在下一刻就变了。我跟你说好，只是刚刚说好而已，现在我想改就改了。比如说，我生气的不是这个钱的多少，那我按照他们当地的一个生活，就是消费啊，大家都消费这么多啊，我钱烧得慌，我钱太多了，我没地儿用，我一定要装大爷，我要花那么多的钱，就是说按照我们中国的一个消费水平去消费。那人家那些发达国家的呢，人家那种月收入几万块钱的呢，那他们是不是要按照他们国家的那个消费水平去消费呢？我只是按照当地的一个消费水平去消费他们这儿而已。而且后来为什么又要多给5000呢？我后面一群人拿着棍子过来的，你说这个时候他只要5000，他不是要5万，那500010几块钱那就给了吧。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惹事了。而之前那个他说正常是1万，是就青旅认识的朋友，他们前2天好几个人都去过，每个人都是给1万啊，到我们了啊，他要收我们3个人9万，就明摆着。一开始他还收了嘴了，他说这个钱是交给他们村庄的，后来他说交给他们政府的，明摆了不就是收保护费吗？那这个东西是我可以选择的，我可以选择不去呀，对不对？那反正我还没有进山，那谁知道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所以我就决定我就不去了。然后我有时候真的就不知道国内的同胞是怎么想的。难道你们出来，比如说出来为了开心是吧？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已经不开心了呀。有的人说能用钱解决就解决，有人就你怎么那么小气？我真的小气吗？如果比如说我去一个发达国家，那正常这个景点他消费的是5000，哪怕他消费的是1万块钱，正常的一个消费是1万，那我肯定愿意给1万呀。那大家都是这个数，对不对？它的一个点不在于这个钱多钱少，而我要的是我的原则。为什么大家都是这个价格，你要坑我，要翻倍的坑我，对不对？你说如果这个景点是1万块钱，然后他要收我3万，那大家可能会突然会觉得，哇，他怎么那么坑？而这个景点本来是30，好，现在变成了100，大家才100块钱，这么便宜，你真的是太小气了。你这样这点钱都不舍得，你出去玩啥呀？你们没看清楚这个事情的一个本质。好啦，我是张猫猫，带你看不一样的非洲。因为今年我的目标就是要环游整个非洲，就能去的国家基本上都去看看嘛。哎呀，一路平安吧，多保重，记得关注点赞。